这么早就起床了，今天比昨天晚了1小时。就这样啊。人家我。啊。好，不要拆它。现在在影片检讨，怎么回事？起来！讲说我要出发了，自己大喊，一匹猫。哎，教练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会，没有，因为我刚刚看23没有在动，然后那个 roll boy 一大堆观光客，全部他妈排到1楼来了。哦，怎么办？我们去外面效率比较高。好，对啊，对吧？当然可以，想几下。不会啊，我死。可以吗？可以。好。这里是中央都不会，说不定真的超多人。这几天真的温度太高。对啊，还下雨，好像就到今天。这样板很帅哦，很帅对，然后很熟悉哦。对哦，教练也会 ski， 教练 ski 是也是有教练那个执照嘛？对啊，是2级，1级。转弯的时候，压力的阻力都在弯的后半段，所以它不是没有踩住，它是压力都在短时间内累积超过上限，它就嘎。均匀的方法其实就是你从更早的地方要换到 edge， 再开始转，所以会更早可以开始压力跟要释放压力。这样来讲，对不对？21.9预测的在这个，那这边比较近，所以它 hill 赛容易过腿上，偷赛比较远，所以导致很多放这里。那人体的感觉是这样，它偷赛比较远，它转也不够稳，压很多就很容易对，那导致要么不够，要么超多，所以它的偷赛会很容易抓，可是 hill 赛又转过头，抓，那对我来说，先换回降一点点，也没有做到15，就降回中心一点，你比较可以，就像这样看，15好处是这边有100，这边有100，就现在整边是90度，还好，你是左脚在前面嘛？对，好，你看，21.9，我预测这个所以你这边到这里很多，对，但是。回不来。但是在滑的时候，对的感觉是，我这边转向你过去啊，路边转向怎么不转？不转就很容易累。绿色我们本人就会很喜欢滑。这边反而是hill赛比较容易，偷赛更难。对，然后这个到那边就会很容易hill赛会太多，偷赛又很远，就会熟。你熟了之后是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这边要压更多，但是还不熟，这很容易变成。那就下去。21.9在做某一些东西，hill赛的运动，因为如果是15，hill赛没办法很大，但它也有牺牲的，对，所以要看你看到的人，像我们在做 Euro， 偷赛 Euro，hill 赛 Euro， 你不会看到他在。我看到他在抖的来球，他都是一定要在对，不是不能用21.9，而是你看到21.9的好坏，18、12的都会有优缺点。那15其实也有缺点。15的好处是，你初学到中阶，你很中性，你全部的角度都有。缺点，你在滑陡的时候它比较慢，因为你知道初阶的滑行是带弯的。带滑是上半身动的，腰动的，下半身动的，开战速会比较快，因为下半身扭力更强。但这个就我们人体的关系，开战扭力强，但是不对称，所以
就要一边要熟，一边要滚。那熟了之后 ，OK， 那就 OK。对我来说，那我们先降回去一点，我们来感受一下差别，然后我再教你们用，因为从15指也是可以用这个膝盖的，对吧？但是2019这一侧你没办法，膝盖已经没办法，更多的是靠倾角或者是腰部的，而且两边会不一样，因为内侧、外侧已经极限，所以会调整说肌肉使用的方式，所以我们用教学让你感受一下。那你熟了，我们再讲 OK， 你要再调18、12也可以，那讲一点就好，那感受到，但是大部分对，那我们再慢慢讲，后来昨天后半部就后来架飞机的感觉，有觉得比较好一点，对，但脚好像就忘记转了，就觉得奇怪，就是很容易顾了一个对练习。但是因为就绿线，所以就还好，也转得过去。其实你们这个阶段不用太在意说我有没有把它转，因为你身体会知道，我没转完它就会往下跑。对，身体会把它转。反正更多是专注在转完的时候的身体的位置。我现在是昨天到比较导致觉得那个后脚一直卡不到。哦，其实不是，是后脚的压力多，就会咔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会说就觉得它很松，卡不到的感觉。对，就是好像前脚是比较进去的，然后后脚是比较松的，然后都要非常刻意的提醒自己要卡进去。卡不到，你是卡不到血。应该说卡得到，但是就是比较会震动的感觉。对，那个是多，是多了吗？对，那个是因为你板子能够处理一个时间点内能处理的压力是固定。你如果压力多，后半部它会压力超过上面会涨得爆掉。对，那如果你卡不到，应该就一直往下滑。如果没有 H， 大概是会影响。所以你是杀。对，有时候还有点回闪这样。对，其实你是有卡到的多了，或者说在最后那一小段时间，一次处理的压力就会多。哎，我是不是真的是太怕速度，所以那个过度回闪，我觉得做下一个弯可是我觉得你的过度回闪不是来自于对速度的恐惧，而现在的状态，因为你的2019是你丢在容易过度回闪。溜赛，因为你溜赛现在整个是原本是一边90度，一边90度，你现在219会变成这样，一边只要30度，一边要120度，30度那边很容易转太多，但这是来自于站姿的绿色的位置关系。你会觉得我里面用差不多，可这个很多很少，那就是这个设计。后面对那个参考点，这个一切啊都是滑雪。因为我刚才看你前后差满，差中心在这里，你刚刚中心在这里。觉得哪边还是一样？一样。对，你看，以前好像这种，它的中心大概在这里，但是它板长度在这里，就是应该说这张板的长度的中心在这里，但是它的设计是让你后这张板印在这里。哦。对，那我会建议你，因为我觉得现在雪况你不需要往后。哦，就是它就有点灵活了。自走啊。因为只是我想说，你最自走了解，你有全部的角度可以用的。就是它原本就是什么 flat， 然后什么 rocker， 所以它原本就是类似双雪跟 freestyle。对，但是它那个 flat rocker camber 还会有，它是在中间，还在后片。哦，有它那中间 flat， 然后这边好像一个 rock。嗯，对，那不代表你一直要偏后来，你可以调。当然，如果今天很厚很松雪，我就说那偏后。你跟他试试看，会偏后很多。所以这是你们原本的。
例如，如果你的重心是偏一边，你它就倒，类似这种感觉。哦，鞋子放松，鞋子放松，鞋子放松。这种时候我们就开始讲到鞋子太紧，鞋子紧过头会，就不是紧过头，对，你把你这个不要绑，这个不要绑。来蹲，来，哎呦，蹲蛮低的。对吧？因为这个人就往后骑。没关系，但是这个人就够了，但是低了2层3层。对啊。因为鞋子啊，它的设计是 hold 住的。哦，太紧。所以其实你看那种玩帕的，那个鞋都玩到，因为你需要这个角度。所以你们现在并不是越紧越好。当然不是全部不绑，但你绑个7、8分，啊，我现在激烈了，拉紧。啊，我现在需要扭了。不滑一滑到都松掉。会松一点，但像刚刚你感受到被鞋限制了，对，所以并不是永远都是100%紧就最好，要看你要做什么。比较好的。那你开始把动作做对，控制力上升，它就会好。我以前有很多那种要转架上没有成功，3架掉的那个经验，好可怕。我就来修。所以每次在转都这边要转吗？要转吗？但正常，我在那个阶段也是这样。我在这个阶段比你们这里严苛多了。我在纽西兰滑是1个月是要3天学的，我是冰就是好像麦片那种一颗一颗的，又硬又痛，又要转，练功去了。像我们还走在投篮。我反而我常会比较莫忘初衷，在练的愁眉苦脸。是不会，只是常常在投篮。有，差不多。好。心血来潮的时候可以来 switch 一下。会轻松很多，而且你会发现你可以滑得比较久，因为只滑你的 regular 或只滑你的 goofy， 终究只是同一组肌肉，就好像在重训，一直练右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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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力了你还是只有右手，对，你可以没力的话右手，好，换手。